嗨，早安。嗨，美君，好。你看起来精神真好，对啊，昨天有睡饱。一点都看不出来你是肺动脉高压的患者诶。对啊。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病的呢？大概在民国99年的时候。那个时候的生活怎么样？就是都容易比较呼吸比较喘这样子。那个时候有工作吗？有，我在安亲班上班。后来症状就开始变严重了吗？对，因为就后来就一直喘，一直咳这样子。听说你那时候有晕倒，对，有晕倒。有到医院做检查吗？有到医院去做检查。那个时候就知道肺动脉高压这个疾病吗？那时候还不知道。后来是怎么知道的？就去医院做检查，做很多的检查。肺动脉高压是什么样的疾病呀？我先倒个饮料给你们喝。好啊，谢谢你。刚刚是想问你，什么是肺动脉高压？就是心脏那个肺部的血压压力过高啊，然后心脏会那个血流会打不进去，这样会怎么样吗？就会心脏很用力的打，然后最后会心肺衰竭啊，然后最后会死亡。那时检查完有马上跟家人说吗？有。那当时家人们反应如何？他们也是会很紧张啊，很害怕啊。为什么会很紧张？因为这个如果没有好好的治疗的话，它的存活率大概只有2到3年而已。像你一样的肺动脉高压病人多吗？不多。当时的治疗顺利吗？那时候还算可以，因为都是吃一些口服的药。有办法继续工作吗？没办法了，因为已经最后都出门都要坐轮椅了。所以后来是整天待在家里。对。后来病情有慢慢的变严重吗？就是已经到越来越严重，到甚至到晕倒这样子。刚刚忘记问你，后来你的风险等级最高有到多少？大概到4级。现在有点凉，我们进去里面聊。风险等级4级算是最高的等级吗？对。变那么严重，有换药或是改变治疗方式吗？后来有建议我要打针做治疗。当时马上就按照医师的建议吗？没有，因为听说打针会很痛，所以就一直不敢尝试。为什么后来就愿意打针了呢？因为不用就可能生命就剩下没多久了。换针剂之后，你的病情有马上就变好吗？就陆陆续续慢慢的去变好了。变好之后就顺利出院了吗？对。出院后你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当然是回家抱抱小孩啊。刚刚提到针剂的治疗，这是要长时间施打的吗？对，要24小时。注射器要一直带在身上。对。这样生活上会不会很不方便？一开始会有点不太习惯啊，那后来就慢慢的已经习惯它了。打针真的有像你想象中的那么痛吗？刚开始当然会觉得比较痛，然后后来已经习惯之后就慢慢的不会那么痛了，而且也找到比较适合的地方，就是打在手臂比较不会那么痛。你打针到现在已经过几年了？11、2年了。当时有想过病情可以稳定那么久吗？那时候是没有想那么多，是想说既然打针了，那就一直打下去，那它就越来越稳定的这样子。当时打针之后还有晕倒或是说紧急送院这样的情形发生吗？后来住院的次数就会越来越少啊，然后到甚至现在1年只需要进去做1次心导管检查才住院而已。所以也可以正常工作了吗？有，我现在也是在医院上班了。可以像平常人一样运动吗？运动就只能做简单的走路的运动而已。平常有哪些休闲娱乐可以做呢？有时候可以的话，就是去打打保龄球啊，或者是开车去简单的轻旅行这样子。那美君，你对于现在的治疗有信心吗？算还蛮不错的，但是如果说有想要去比较远的地方，其实还是得要先跟医生报备比较好。有想跟照顾你的医疗团队说什么吗？谢谢他们很用心的照顾我。如果有人跟你一样罹患肺动脉高压，会建议他用针剂吗？如果说医生已经建议说要用针剂的话，那建议还是尽快使用，可以让自己的病情更稳定。用一句话鼓励现在正在接受治疗的肺动脉高压患者。我觉得肺动脉高压现在已经不那么可怕了。那如果说
我已经做得到，那我相信大家还是也是做得到，那就一起努力加油。肺动脉高压是一种罕见疾病，患者由于肺动脉的压力过高，导致心脏必须更努力的工作，才能将血液送出，因此导致出现呼吸困难、头晕、胸痛、疲劳、水肿等症状。根据临床数据显示，肺动脉高压的患者若不进行治疗，5年内的存活率只有34%。欧洲心脏学会将肺动脉高压依照严重程度分为4级，包括低风险、中低风险、中高风险和高风险，会依据风险等级和病患个别状况而调整治疗策略，依循治疗指引，积极的药物治疗将病人控制在低风险，对于肺动脉高压的病人至关重要。像是郭小姐，因为积极的控制，并在需要使用针剂时配合医师指示，让她从加护病房右心衰竭的状况逐渐进步到低风险，不仅回到家人身旁同享天伦，也重回职场实现自我，并且在这10余年来都维持着良好的生活品质。肺高压患者除了良好的药物控制外，也要在生活上努力的照顾自己，要配合饮食的控制，避免感冒、流感等等的呼吸道疾病。所以疫苗的施打对于患者的照护来说非常的重要。同时鼓励大家要严格定期的来监测体重，如果有体重突然增加，再加上这个喘的现象有改变的话，那就有可能是心衰竭所引起的水肿，必须要赶快来跟您的主治医师或肺高压团队来进行讨论。那么如果有任何关于肺高压的问题，您也可以主动联络我们，我们会协助安排您到专业的心脏科医师门诊做咨询跟检查。我是马偕医院心血管中心吴一哲医师，同时也是中华民国心脏学会肺高压暨循环委员会主委。我也要呼吁全国的肺动脉高压的患者能够积极的接受治疗，不要放弃任何的希望，因为现在的肺动脉高压的药物都能够对疾病有非常好的帮助。所以如果医师评估需要进一步使用针剂治疗，我也鼓励所有的患者都应该配合医师与医疗团队的建议与指示，这样才能够让您的病情有最好最稳定的控制。